一部单车，一段生命的绿色慢旅游；脚踏自行车的一段悠闲体验，退休之后的漫游。在与用心呼吸之间，拥抱一段最接近天地之间的热火体验。东北角以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拥有青山绿水、湾峡的奇岩，还有百年的古道，具有国际魅力独特的自然资源。像这一条完整的自行道路线，用单车漫游的方式体验东北角山海之美。我们搭着火车在福隆车站下车，车站外面就有好几家单车的出租店，租自行车的地点就在于福隆车站两旁的店家。如果你想要骑着完整的一个环状线，我们就租了一个电动式的2人协力车，这个样比较不吃力啦。慢慢的骑，完成了这一段20公里的山海美景。店家非常耐心地告诉我车子的性能、安全的规则，还有行驶的路线，还送了2杯当地的特产石花冻饮料，让我感受到台湾当地满满的服务热情。其实我后面也可以不用。比较省电。对，它也会好。Only need the hair is last the power。阳光实在太烈了，要涂上防晒油才能上路哦。草岭自行隧道非常受大家的喜爱，它不但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还有自然的海岸风景。以福隆为中心，北到盐寮，南到石城，分别为10公里、20公里、30公里的这种三种路段。You don't touch 吧？Don't touch. He said don't touch. Don't use this. Only use this. You don't need too much power. 然后意思。我们选择了20公里，起点从福隆车站一路骑，可以眺望到龟山岛。而且它这一条整条海岸线，它有延绵不断的壮丽山壁，陪伴着你一起骑行，也是欣赏山海合一最美丽的必游景点。享受着一路上山和海陪伴你骑行的体验，沿路还可以去探访那个原始风貌的旧草岭自行车隧道，远眺的龟山岛海景，还有海蚀的平台、卯澳渔村的风情，还有那个特色的道地海鲜美味。骑了大概10分钟就来到了隧道口，这个旧草岭隧道它是超梦幻的，值得大家一来走一趟啊。要注意开放的时间是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半，在5点之后就禁止进入了。隧道里面超级凉的啦，根本就是一个天然的空气房啊。里面没有怪味道，光线也很够亮，不用害怕黑漆漆的，或者是跟着人挤来挤去的，整个骑起来就非常的舒服。隧道全长2.16公里，用红砖砌成的。真的是看不到尽头。台北市宜兰县，还有一路都是很平路，骑起来非常的轻松。隧道里面还设置了感应器，会发出那种火车过山洞的轰轰声，超有意思的哦。穿过隧道之后，来到了另外一端的海边休闲区，回头看看这个草岭的隧道，哇，真的不敢想象自己穿过了一座大山。这是石城的南口，它设有厕所，也有几间的摊贩，是补充能量的好地方啊。隧道的另外一端，放眼望去就是一个辽阔的景观平台，还有那个灿烂的海景。这里不只是可以休息的地方，更是可以欣赏东北角海岸线最佳的位置。坐下来吹吹海风，买个烤香肠，吃着香气扑鼻的香肠，还有一个石花冻，看着人来人往的铁马列队，不时还会有火车在旁边轰轰而过，看着浪花拍岸，准备着相机捕捉的这个蔚蓝的瞬间，真的是美得像一幅画。在海的另一端还可以看到龟山岛，虽然有些雾蒙蒙的，但是也挡不住远方龟山岛的存在感。
继续往路线的指标前行，来到了石城渔港。沿途的指标非常的清楚，也很好辨别，你绝对不会迷路的。以前都是开着车子来到东北角，几乎都是匆匆忙忙看一眼就离开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样的亲近它，好好的坐下来欣赏它。可能也是因为心境不同了，过去和时间赛跑，没有好好的欣赏沿途的风景，现在却是用时间来换取漫游的悠闲，那种心境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石城渔港到了哦，我的印象中好像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哦。沿途有好多和我们一样骑着自行车穿梭的人，顶着大太阳挑战自行车游玩。虽然是很热，但是也是一种浪漫的行程哦。甩开高楼大厦、繁杂的都市拥挤的街道，来到了一个平静的小渔港，穿过一栋栋平矮的小洋房，闻着海边的味道，和当地淳朴的退休的人闲话家常，感受到满满的风情味，这才是真正的漫游。坐在凉亭旁，还看到岸边有人静静地坐着在钓鱼，那个整个气氛哦，是既悠闲又疗愈。蔚蓝的天空和海成为一个平面，你看有多美呀！三貂岭，我们来到了东北角的最东端。正前方你可以近距离的眺望的龟山岛，后方你可以看到灯塔，视野的辽阔，景色的壮观。这个观景台旁边还有几只疗愈的小绵羊，看到不少人都躺在它背上休息。能够这样子慵懒的看着天空，其实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这个观景台的附近有很多的艺术装置，这些都是网红最佳的拍照打卡之地。哇 ，so many people fishing 呢。沿着滨海公路骑行，这个海风的轻拂，其实也不会感觉到非常的热啦。海就在旁边，让人忍不住会频频的停下脚步来，沿途拍着不同的风景。路上也常常看到这个钓客静静的在这个岸边钓鱼，享受到钓鱼的休闲时光。You like this bicycle trip? Yeah, nice. Nice view. Nice view. Look at the ocean. I'm looking for a coffee shop or something. Coffee shop? Yeah, okay. There is a coffee shop. I don't know. I have some. Huh? You have checked. Okay. Maybe just one. Okay. We'll go to the coffee shop. 来到了东北角，当然不能错过的就是海鲜了。在网络上说马澳渔港这里的海鲜米粉非常的好吃，顺路就想来品尝一下新鲜的海产。但是没想到它客满啊，外面都排了好多的人啊，于是就作罢，真的是遗憾没吃到。后来改变了计划，去找了咖啡秀。大热天来一碗冰冰凉凉的绵绵冰和一杯咖啡，然后吹着冷气，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了。
来到了东兴宫，这里算是这一条自行车道的最后一站。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福隆的海水浴场。宫庙前有几个小摊在那边卖小吃，让这里显得格外的热闹。也有很多人将车子就停在这里，旁边的阶梯你就可以下水下去玩了。This is Fulong Hotel. Need eating something. You don't have water either. So. Need to eat mango. If we use this. Then you have to buy one more. Now is much wind, you see, and now the sun not so shy. Not so shy. We sit down in the bridge. Oh, that looks like this bikini girl's leaves and that's too late. They are now in Taiwan, you know. But they have bikini, you don't see. No, like bikini. Yes. 大芒果，回台湾就是要吃这个，赞，好吃。我们从早上9点借车，直到下午4点钟才将车子还了。走走停停，闲逛了总共7个小时，将东北角完完整整的绕了一大圈。沿途中也补充了不少的点心和水。虽然顶着炎炎的烈日骑着脚踏车，看到的最美的景观，真的是非常的值得。这是我第一次在台湾骑着单车旅游。没想到台湾现在规划这样的路线这么的完美，能够达到美景、健身，还有双重的旅游，太适合退休之后的漫游了。火车站旁边有好几家福隆便当，也可以买来吃吃看哦。其实来福隆，除了碧琪的铁马，还有超人气的那个沙雕，当然绝对不能放过这个最经典的福隆便当。车站的外面一整排的便当店都可以让你挑选，每一家的口味略有点不同。像这种古早味的便当，来这里一定要尝一尝。这一次的单车之旅和平常的旅游有一些不同，它让我花更多的时间边骑着车子欣赏沿途的美景，也让我更深入的了解东北角的自然风光，真的是一次不一样的体验。第二天，我们来到了猴洞猫村，它距离这个福隆火车站只有1站。这里是新北市非常有名的观光景区，曾经获得 CNN 推荐的全球6大赏猫景点啊，能够让猫村有这么的国际化的感觉，也证明了这个猫村真的是付出了相当的特色，也是台湾非常少有的独特村落。这里的猫咪在居民的照顾之下，非常的干净，然后又不怕人，是我们的相机底下最佳的猫模特儿。它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遇见人，它不用像惊弓之鸟慌张的躲藏，白天自在的晒太阳，夜晚精神奕奕的出没。我一直都在想，以宠物为主题的村落是不可能出现在台湾的，没想到猴洞它跨出了第一步。有趣的不只是猫，许多的公共设施也都以猫为出发点，真的会让人会心一笑。
这里还盖了猫公所筹备处，外墙有插画家设计的 Q 版猫咪插图壁画。外墙和内部的空间，它设有猫道、跳板，可以让猫自由的进出跟游戏。户外的洗手台，还有那个猫咪的流水台，可以让我们近距离的观察猫咪，然后从中间了解它们的习性。这里的商店很多，你看像这个一间一间的，全部都是商店。但是他们卖的小吃不是什么盐酥鸡啦、蚵仔煎呐、什么蚵仔面线呐，而是有关于猫跟猫连接的相关产品。有一些猫三不五时的就会坐在商店的门口，或者是在商店里面的橱窗玩耍。经过的人就会停下脚步，被这个猫吸引进去。嘿，这个果然就是一个招财猫啊！有一些商店都还特意放一些猫食，让猫进来，带动人潮，然后增加商机，又能够照顾到猫群，又能够开门照顾生意，这个真的是这里最大的特色。当你进去小店喝一杯咖啡，有猫的陪伴，也是一种蛮不错的感觉。来这里的人很多不只是台湾人，像日本人、韩国人，现在连西方的人也都来了，可见它是有一定的知名度。来这里的游客年纪都不是很大，但是都很有爱心，水准也都不错，很少听到大声的喧哗，而且这个路上也没有什么的垃圾，蛮干净的。这个猫村的居民集体管理的真的是不错。猫就是这样的，当你对它友好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反馈给你，释出善意。如果你的态度改变了，猫也会改变啊，它就会直接的攻击呀。不过一般来讲，友善的对待，它还是会很温柔的向你撒娇，向你示好。你看这个墙壁是不是真的很有特色啊？整条街都是这样啦，这个插画全部都布满了墙壁呀。另外一只小猪就比较老，比较成熟。喵喵。我觉得这里是台湾我去过最有特色的小镇，非常值得推荐。因为它没有太多的商业化，也没有太多的叫卖声，而且环境非常的干净。每一个商店的店家都会主动的提供喂食的碗，只是为了不要让那个饲料洒在地上，污染了整个环境。这一点就让人超级的感动。如果有猫生病了，几乎所有的当地人或者是店家都会帮忙照顾，同时也会喂食它们抗生素。在这里真正能够体验到，猫不是用来招揽生意的，而是它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猴硐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就是煤矿博物馆。当你一下火车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整个的火车站前的广场。穿过琳琅满目的商店之后，你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到博物馆。哎 ，have a right way 啊 ，not see the right way 啊 ，this is right way。Huh? Ah, it's right way. And over there, and over there, and over there. So means this square is here. 曾经辉煌的矿业，1990年煤矿停止开采之后，人口就大量的外移，整个小镇的没落，所以整个遗址就荒废了很久。为了保护猴硐特有的文化遗产，所以当地的居民还有政府共同推动了维护矿业、选煤厂，还有周边的古迹，结合了当地的产业还有历史的发展，打造了矿业园区。从周遭的环境整理，还有增设了一些体验的设备，煤车护驶一直到复合式的经营，经历了3年，终于修复完成了瑞山整煤厂。2010年，猴硐煤矿博物馆宣布正式开园。
至今成为全台规模最大的煤矿生态博物馆。现在已经是一处有吃有玩有文化的知性之旅，还免费入场参观哦，非常值得来探索矿坑之旅。这里讲述了煤矿的发展史，从日据时代开煤，一直到封闭矿坑的珍贵历史资料，让我们更了解到采煤矿工他们的艰辛历程。这是个炉子啦，炼东西烧炼过了吧？这里富有历史韵味的矿业遗迹建筑，蕴含了早期矿业的黄金岁月。往年猴硐的煤矿发展的兴盛，和现在是截然不同的。它运用了精致的木造工法，结合了工业风的设计，将原本废弃多年的厂区翻新改造。它以矿业历史发展为主题的展览，还有旧时代的文物，很有历史性，非常值得你慢慢的去参观。从那个山洞里面，然后挖了矿之后，就沿着火车铁轨到这个地方。过了这一条瑞山玉梅桥之后，我们就来到了矿区。这里有小火车可以进入矿坑体验，我们也进去看看吧。小火车。这个采矿车它行驶的速度非常的慢，我们现在要进入矿坑了哦。里面空间非常的狭小，只能容纳这一台小火车，而且非常的阴暗。铁轨两旁摆放着矿产相关的物品，一些老旧的工具啊，还有设备啊，颇具有真实感的。同时也让人感受到早期采矿的工人的辛苦。真不敢想象，早期他们在开采的时候，要往下几百米，那种空气稀薄的环境之下，还要工作10几个小时，那种情景更让人感受到心酸。瑞山矿场于1912年由台日共同合资设立的煤矿公司，自此致力于煤矿的开采。随着台铁宜兰线的完工，选煤厂因此就在这里设立。加上2战后的煤山矿场的扩展，使得这个猴硐一度成为全台湾产出的煤是最多的矿产。当时矿区的产量是全台的1/7，加上大量的劳工进驻很多，当时的矿工薪水都非常的高，虽然非常的危险，还是要冒着细肺病的风险，还是很多人都要来做。就算知道是工作很危险，只要是薪水够高，为了生活再苦的人都抢着要去做，就形成了矿业的聚落。因此带动了地方的发展。在以前的农业社会，煤是重要的工业燃料，铁道、轮船还有一些交通运输主要的原动力都需要用到它。在日据时代，台湾的北部更是矿坑最辉煌的时期。从1970年后，随着这个石油逐渐取代了煤矿，成为主要的能源，而且也抵不过进口煤的竞争之下，在环保意识的抬头，
矿灾频繁，再加上进口低廉的煤价冲击，北部各地方的煤矿几乎都是停采，使得这个煤矿业逐渐步入了尾声。10年之间，瑞山矿区画下了休止符。就在1990年停止开采煤矿，其日选煤厂转型为保存煤矿产业历史的场所，让我们能够深入到了解台湾早期矿工的生活还有历史。这里就是见证了台湾走过煤矿岁月年代的博物馆。前面这里就是矿坑的体验区，这个小火车会停下来，让大小的朋友一起下去体验游玩，可以拿起锄头啦、电钻啦，体验开采的辛苦。退休的漫游是一种深度的生活体验，一天一个景点，不慌不忙的浏览，细细的品味，又结合了实践运动、散步，享受阳光和自然，同时也兼顾了健康、生活品质，还有人生的乐趣，让退休的生活不只是养老，而是享受。朋友们，你们认同吗？欢迎你留言给我，别忘了按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次再相会哦，拜拜。